Hello，大家好，我是高恩，感谢大家继续关注高恩说点啥频道。这期内容我们结合上周狗狗币和比特币的2个单日行情，以及我的一个小实验的逻辑来看其中的关键点对派友有哪些实际帮助，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高恩分享趣人趣事、知识故事、探索未知、实用资源的内容，目前主要跟进 Pi Network， 分享传递思维观点。大家点赞、订阅、分享，记得点亮小铃铛，支持下高恩。OK， 我们先来看一下狗狗币和比特币的2个单日行情。注意，这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只是引用行情数据。其实，在上一期内容中，我们就提到过，狗狗币在4月16日当天，火币交易所的数据显示，最高增长涨幅在250%左右。我这里显示的一个数据是币安的一个数据，这个数据的话是150%左右。这个差距造成的原因就是因为时区的原因啊。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的行情，比特币在4月18日行情，4月18日当天行情，最高跌幅在16%左右，下跌空间最大$9500左右。究其原因的话，狗狗币暴涨最大因素在于狗狗币社区的坚定、马斯克的不断带货和投资者的 FOMO 情绪造成的，这点是比较重要的。而比特币这边则是消息面引发了一次机构顺势回调清洗市场，而随后来的一次4月23号这个跌幅，看着不如4月18日这个跌幅来的大，但是它的下跌速度是非常快的，也是造成了很多合约爆仓，这也是我一直强调不建议去碰合约的原因，尤其是在不熟悉交易机制和交易规则的情况下，一定要熟悉市场才能去交易，这也是高恩想去做实验的一个原因。接下来我们可以聊一下我看到的狗狗币4月16日和比特币4月18日的行情相应时间段的一些事实和信息，尤其是狗狗币这块。交易所方面，火币和 OKEX 相继拔网线无法登录操作，造成了用户合约爆仓或者现货被丢在山顶，许多用户为此群情激愤。而相关社群表现，相关社群情绪被挑动了起来，成为了最大的话题。只要是和币圈相关的，都在谈论狗狗币，包括派的一些社区。高恩个人也算是被情绪挑动了，简单的参与了一下，其实也是为了去实施一下这个小实验。用仓位里边剩的一些零碎追了一点现货，在第一波高度见顶的时候逃出。因为我本身并不是狗狗币的一个信仰者，尽管马斯克在疯狂带货，我也不认为狗狗币能够支撑住这个价位。顺便在这里聊2句我的逻辑。在这段时间内，虽然我有我的观点，认为狗狗币无法支撑现有的价格，但是市场表现出来的东西与观点在短期内是相反的，热度极高。既然打不过，心里还扛不住，不妨短暂加入，而且是用相当低的仓位加入，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风险比较小，同时又有自己的观点作为支撑，肯定了不指着长期持有的一个前提。观察到第一次上涨压力的时候，果断逃走。可以看到我这儿显示的是，这是第一次0.24进，然后0.31的时候逃出，然后第2次新高虽然走出$0.45左右，但是收获已经让我心理平衡，也就无所谓了。至于比特币的暴跌行情，其实就一句话，对于现货并没有什么影响，影响的只是其他交易。我想也不会有人把现货被这波行情吓到恐慌出货吧。如果真有的话，那就得好好思考下了。到时候派币的行情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到底如何操作？而在4月19号的时候，狗狗币的热度不减，可以看一眼，再次出现了增长。然后我个人又去用这个很小的仓位再去验证了一下，当日其实已经有了一定的收获。我可以看到我是0.37进，其实是可以去做出逃出的动作的。但考虑到20号是狗狗币节日，在推特上传的比较热，所以说决定继续持有到20号，持续到20号之后就去做出一个出货。那么自然到了20号就出现了一个止损出货，在0.35
做出了一个止损。那肯定有人就要问了，现货有什么好止损的，对吧？其实高安因为是做了这2次小的一个实验，来了一点这个小兴致所致吧，想搞个长一点的实验。其实如果现货是比特币、以太坊这样的一些币种的话，多等几天甚至10来天也没有什么。但是狗狗币不行，它的技术也好，或者说初衷也好，并不支持它这个价格，这是我个人认为的。如果真是只是一波拉高出货，很可能就要被套住很久，影响我的灵活性，也就影响了我的一个个人小实验操作。然后高安的这个实验呢，其实就是用剩余的零碎仓位尝试现货的反复交易，低进高出，实施一定的止盈止损策略，有点类似合约的思路，但足够安全，毕竟是现货，保证了灵活和低风险、低成本的前提，看看之后能到什么程度。有种开小号打排位上分的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聊了这些有点杂，但大家重点去获取自己觉得有益的逻辑和信息就好。接下来我们可以聊一下将来派币交易中派友应该如何应对。如果刚才谈到的那些情况放在将来派币的交易中，那可能我个人的策略就改变了。狗狗币那样的行情追高之后，看都不用去看了，毕竟我认可它，共识和派自己的生态在支撑着。比特币那种单日下跌行情，那就更要去攥紧了。如果每个派友看到暴跌行情，抱着恐慌情绪，相继出货，那就是白白送出筹码了。在之前社区的那期内容中，我们提到了社区的多种功能性，我想在这里再点出来一条具体的。社区的交流可以调动情绪，也可以让人冷静。大家聚在一起，也包括了不同的性格、不同条件的派友，自身要进行信息过滤，筛选出自己有益的，结合实际情况实施。实际上，波动情绪，个人不认为能够完全避免，做好相应的策略底线才是重点。一定要知道自己的需求和自己能接受的短期损失是什么。那好，交易类型选择、币种配置策略、仓位控制策略、交易止盈止损策略，都要在心中有心理建设。你能接受到什么程度？看清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提前构建好预期，这就是高安给到的大方向。具体的思维和逻辑，我们可以在以后的内容结合我这个持续进行的小实验，进行一些详细的策略分享。另外，这里高安多说一些，我不太擅长打鸡血，只是搜集官方消息和各种数据资料做依据。从现在到将来要分享的主要还是趋势观点、思维逻辑。之前在个人布局那期内容和社区那期内容中就提到过，混沌界社区是由派 Network 和我个人的想法结合形成的。它是在派共识的基础上又加了一层认可高安观点的一层共识，两者相结合去形成的。那好，为了维护环境，形成良好的社区文化，就有规矩。你认同我的观点，我很欢迎，即使你只是潜水学习获取有益的信息，我都是很支持的。但是如果是恶意和广告连接，那就自行斟酌吧。混沌界的社区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高安想去做到聚集起来一群有想法、有实施、有落地的一群人，我们跟随趋势做点布局，落实点实际的事儿，在推动派生态发展的同时，也给自己留下一点视野。有想法大家互相多多交流，互相印证，这是混沌界社区想去做到的一些东西。现在其实已经有一些朋友的私聊了，想要了解一些关于布局的一些想法。其实我在个人布局那期内容中做过一期分享了，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先以那期内容作为参考，有实际想法的话也可以私聊高安互相交流，或者在群里和大家一起交流。 OK， 又到了发布寻找高安活动线索的时候了。今天是第4条线索，频道数字是一个质数，我们每周6发布寻找高安活动的线索。好了，我们这期内容就到这儿吧。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欢迎关注混沌界菜单栏找到我，高安社群，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电报群或者微信群二维码加入我们的讨论，互相印证，共同进步。这个微信群只是中转站。下期内容呢，我们可以从互联网运营的角度去谈一谈币圈的一些
发展，然后 Pi Network 如何在币圈中立足，然后去占有更多的市场。这是我作为一个互联网人的思维。我是高恩，来一波3连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